大家好，欢迎收看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本期节目，我们接着上次内容，给大家讲授传统木板年画的制作工艺。第二个部分，刻板。背板完成之后，即可进入到刻板的阶段。此阶段需先进行磨刀和基本刀法的学习，重点掌握斜刀的基本磨刀方法及其刻制技巧。初学者可以在练习了基本刀法之后，以色板优先的方式进行刻制，最后再刻线板。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减少刻板难度的同时，可以循序渐进的慢慢提高制作者对木刻的理解和刻制水平。除掌握一般刀法技法外，刻板时还需遵循一些常规化的刻板规则。如刻线板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原稿基础上的二次创作，所以要极其注意刻刀走线的气韵和刀感。按照习惯，从上往下，自右向左，先刻横线，再刻竖线。竖线一般为顺纹，容易划刀。先刻横线，以稳定竖刀的收口。刻制时需达到3毫米左右的下刀深度，可分2次逐次深入。第一次下刀定线，第二次下刀刻深。另外，我们要注意刻线时呼吸的调控和单次走刀的距离。也就是说，我们在刻的时候尽量能够屏住呼吸，先吸一口气，然后刻的过程中憋住，等刻完以后再呼出，这样可以保证我们行刀的稳定性。那单次走刀的距离主要是不适宜过长我们可以以手的跨度为一个参照依据。一般单次行刀可以行入3到4公分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当然，遇到复杂的转折位，单次行刀的距离会变短。另外，下刀的斜度要根据图形复杂程度，保持细节处直下，宽松处斜下的基本方法。先用斜刀刻线的两侧，最后用凿刀包括平凿、弯凿、小剃凿等，然后进底。刻板的边缘处、下坡的斜角要急下等等。我左手边呢就是刻板的刀具这里边分为拳刀。这个拳刀刀柄很形象它像一把拳头的这个形状握起来非常合手。剩下有凿刀和小剃凿右边有辅助工具木锤和清理木屑的刷子。那另外我们在刻板之前呢，一般都要去磨刀。那我中间的这个盆就是一个磨刀盆，那里面放水，然后用一块毛巾盖住这个磨刀石保持它的湿润性，随时可以拿来用。一般我们在刻板之前呢，要先处理一下刀片，磨刀石也要提前的泡好。接下来我来演示一下磨刀的一些基本的动作我们把这个拳刀的刀片先拆下来，它有前后2个这个木屑，把刀片取下来。刀片取的时候要从前面取那前面的刀刃部分
双手拿刀啊，右手呢4个指头和大拇指这样相对，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按压在刀片的刀刃部分，那其中的食指和右手的拇指啊呈这种叠加的状态啊。边磨呢边看一下，观测一下这个刀片的磨制的情况。我们这种刀磨的时候用的是这个磨刀石的这个侧面啊，这个窄面。按照刚才拆刀的顺序，反向的把刀装回来。用完以后呢，把磨刀石盖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刻板的基本的方法。那由于是演示啊，这个过程就利用一个局部啊，把工艺的一些基本的方法简单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好，这一步就是进这些小的底，最小的、最细的，就根据刀大小来选择不同的位置。然后稍微大一点的空就可以用这把大1号的小剃刀来清。一些拐角的地方要清理干净，不然会积墨。深度要够，那越空的地方清的这个底呢，深度要越深。线条密集的地方可以稍微浅一点。这正向是剃，拐角的地方可以把刀片反过来刮。整个这个底面尽量让它平整。线条根部啊，如果没有刻穿的话，继续用拳刀回来加深一下。坡面要非常干净。这种中等宽度的底，用这个大1号的剃刀清完之后呢，再大面积的，像这些地方就可以换用大号的这个平凿啊和弯凿来对它进行剔除。那这种大号的凿刀就要借助于木锤啊这个辅助工具来实现了。我们来刻一下这块，从中间位置开始啊，这个刀斜面朝下，平面朝上，中间位置开始下刀。快到线条根部的时候要小力啊，然后快速小力的这样锤击。要收入力量，一定不要冲到线上去。再反向剔除对面。那过不去的位置就继续换用小号的。那这个深度还可以继续往深的走走，因为这个空相对比较大。
线条根部的这些位置细修啊。一定要将拐角处的木屑清理干净，不然会挂墨，到时硬的时候这块板很快就被塞住了。以前的人为了让一块板用很久，这个底会清得很深很深。那在这个清底的这个功夫上面花的时间会比较多。因为板会有磨损，在刷墨的过程中会有磨损。这个底下的越深，这块板就越耐用。基本上达到这种平整度和深度就可以了。那再大一号的，像这一块包括外部的这些区域，就要换用更大的平刀或者弯刀去清了。当把图形中间这些空区全部清理干净之后呢，最后就是外部轮廓。那下外部轮廓的时候，我们可以选用稍微大号一些的圆刀，先沿着这个造型的外轮廓下个坡角。所谓的坡角就是贴着这个线根部往空白区，这个刀一般我们会朝线的这侧往起略抖一抖，然后像坡一样的顺下去，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也不能离线太近否则会伤害到这个线条。这里要停下来。因为木头有顺纹、逆纹、横纹这种区别关系。那再走到一定程度，如果是顺纹走的话，这里容易带到这个线条的根部，所以要适当的收住。那这个线条根部要给它处理一下。要在线条根部加一刀副刀，下的深一些。所谓副刀就是贴着原来的刀口重新刻制一次，让刀的这个深度下到足够深的位置。这样在遇到这种对冲的清底的关系的时候，才不会不至于轻易的被带起来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坡脚要迅速的下到一定的深度去，所以说走到这种程度以后，再贴着线继续往深走。那到板的边缘这个位置，尽量往板的外侧去下深。这个板的边缘外侧，由于在刷印的时候，纸张的边缘是要垂下去的，所以要保证这个下坡的深度不然的话纸的这个边缘就会沾到这个板底的这个墨。把贴线根部的地方修一下这个就是下脚坡。
注意在刻的时候不要压到下面的线条，要贴近线根的地方要陡一些。这个线根部附近的这些位置最容易带墨到纸上，所以这是为什么下脚坡一定要急下的一个原因。好，这块板就基本上就刻到这种程度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好，刻完以后呢，我们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啊，就是给这个板做一下清洗，把板面黑色的挂墨的这部分，因为它还是纸张上面那一层细微的胶，把它清洗干净，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刷印。在这个图形部分啊，来回去刷。各个方向，不要一个方向，对，可以这种画圈似的，各个方向去。民俗不虚，有口传即习为，年画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